宝藏少女赵露思，仙女颜值圈粉无数。赵露思，1998年出生的四川成都姑娘，今年夏天突然走红，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。作为近2年的新晋女演员，很多人听到她的名字都会嘴角上扬。也许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被她的容貌所吸引。刚刚出道的她，在娱乐圈已经有很多代表作品，表现也非常出彩。那种纯天然的气质让人难以忘怀。现在的赵露思没有以前那么胖了，但是依旧是包子脸。近日，有网友发现赵露思在机场被抓拍，因为来不及遮住脸，她的真容就暴露了。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，此时的赵露思素颜无妆，整个人看起来十分清纯，双眼皮特别明显。即使在高清镜头下，赵露思的颜值也很耐看，整个人的皮肤都能被击碎，非常漂亮。很多人看到这里，终于相信了直男的审美。亲爱的客栈黑化吴磊，别闹了，这个细节是造不出来的。或许在某些场景中，节目组耍了花招，但明星们的表情和所做的事情都是真实的，尤其是表情是装不出来的，完全是当时明星们的情绪表达。观众之所以讨厌吴磊，是因为他在录制节目的时候太计较得失，太在乎胜负，他的脸上会流露出一丝不满。刘涛夸赞张翰的时候，吴磊的表情那叫一个酸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吴磊得意的时候表情是憋不住的，自然而然就会流露出来。当他在森林里对客人说只有我有一个音响时，那叫嚣张。我活该。就像网友们常说的那样，要想人家知道，你什么都不要做。如果吴磊没有做这些事，或者没有这些表情，节目组就没有黑料了。所以要想用人品征服观众，吴磊还是得想办法，至少做好表情管理。你说什么啊？亲爱的客栈槽点多，张翰吴磊独当一面，日赚1.5万。从第3季亲爱的客栈播出到现在的第4集，基本上每一集都有很多争议点。李兰迪不懂得感恩马天宇，看清子各种唬人吓唬客人，保健组的林心如有些偷懒。现在张翰和吴磊各奔东西，吴磊在大漠、客栈、售卖中开始模仿和窃取张翰的动作，甚至到了下一期节目，他就开始直接和张翰争嘉宾了。可以说刘涛主演的《亲爱的客栈3》火药味十足。不过以他们这2天的努力，程序原本设定的 KPI 20天完成10万收入的 KPI 似乎毫无压力，因为前2天他们就已经赚了2万块钱，而且成绩斐然。每天晚上刘涛都会组织大家开会，首先是总结当天发生的事情，提出改进建议；二是让大家算算1天的收入，看 KPI 能不能如期完成。第1天的总收入就达到了4682元。虽然看清子这1天赚的钱最多，但是他的收入中有1500都是张翰在路边的顾客赚的。而张翰本人也凭借出色的营销能力，让客人以600元每人的价格，让客人预定了黄河畔的烛光晚餐，同样赚了1500元。此外，张翰还开发了下午茶等服务，不愧是十足的商人。第2天的总收入增加了2倍多，达到15429.8元。也就是说，亲爱的客栈才开张2天，就已经赚了20111.8元，平均1天赚1万。然而，在第2天的结算过程中，却发生了一些小意外。首先，陈翔和张翰差点翻脸。开会前，刘涛让陈翔算了算大家的收入。为了方便起见，陈翔让大家把净利润、总营业额、成本、出货量都算出来，才交给他。不过张翰觉得把净利润和总营业额告诉陈翔就够了，因为总营业额减去净利润就是成本。陈翔虽然听懂了，但还是让张翰按照自己的想法说，心想这样一来计算起来更方便。对于这种情况，张翰忍不住向陈翔抱怨道：“我帮你做财务工作。”之后就是看清子。对待顾客，看清子总是虚张声势，而这一次看清子没有想通。一开始他告诉陈翔，今天的净利润是923元，可被陈翔一问，看清子就懵了，不知道自己在数什么钱。
于是阚清子赶紧向张翰求救，让张翰帮他算账。可没想到的是，在算账的过程中，阚清子并没有跟着张翰学算账，而是自己哈哈大笑，肆无忌惮地发出各种声音。他根本不在乎自己的笑声会不会影响到张翰和陈翔，更不在乎自己要不要趁这个机会学算账。刘涛见阚清子笑成这样，根本不把开会当回事，不由道：“你确定要忽悠我？”而在阚清子算错的时候，林心如也算错了，算出133加13.8的成本价为246.8元。当林心如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陈翔、马天宇、吴磊等人都是一愣。陈翔忍不住反问：“怎么算出来是246.8？”这时林心如才意识到自己看错了，于是又看了看账单，说成本价是146.8元。刘涛虽然看到大家2天赚了2万多很高兴，但他始终保持着理智，毕竟我们服务不到位的地方还有很多，有的人乱定价，有的人浑水摸鱼，物价高，物有所值可不是什么好现象。吴磊打架被腾讯视频封杀，出演取消新片难上映，出口越过火线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每一部电视剧都很注重男主，毕竟很多电视电影都是主角，看点十足。人们很少看电视剧去关注配角，除非他们非常有名，那是另一回事。但是很多时候，各个明星球队或者个人都认为自己的名气和能力更高，因此影视作品片尾或海报中的名字应该排在第1位，因为名气越高，意味着越有名气，但是你要肩负起责任。正因如此，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，那就是明星争位，而他们的行为也被称为撕逼。废话了，希望大家能看懂这个位置的意思。那我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呢？那么又一定有明星泪流满面了。相信大家都认识吴磊，可以说是童星出道，能在娱乐圈走到今天实属不易。当然他需要能力和能力，还有演技，颜值也很不错。近日吴磊参演了腾讯视频的张公安，但昨日却传出与演员争位的消息。现在知道我上面没有废话，一开始平淡无奇，吴磊却突然提出要求，腾讯视频无法满足，以至于这场阵地之争直接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。一开始他被踢出穿越火线腾讯作品，从此销声匿迹，他的身影并不总是出现在海报的封面上。而且吴磊原本在腾讯视频上有露面，却因为这样的事情取消了。致命的是，他和迪丽热巴主演的《长歌行》什么时候上映是个问题，毕竟这也是腾讯视频投资的。这件事情先客观地说一下，粉丝位之争并没有那么重要。在我看来，如果你是一个好演员，你应该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，提高自己的知名度，最后不争也能做到别人给你就可以了。我得问问自己能不能坐以待毙，毕竟我要对片子负责，责任这么重大，为什么一定要去做呢？再说了，不能多赢，平凡你也别要了。我认为腾讯视频已经和吴磊的团队就此事进行了谈判，不过最后惹得对方不开心，最后吃亏的却是吴磊。腾讯的实力我就不多说了，作为演员，难道不应该把自己的路走得更宽一些吗？而且现在腾讯视频不合作，因为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到其他平台，现在还不得而知。吴磊是个好演员，但有时候我觉得这件事跟做人一样，好的就接受吧，何必搞得太丢脸，现在不仅丢脸，还很丑陋。希望吴磊的团队能够反省一下，不要只是把一个好演员搞砸了。创建文章并不容易，您的阅读点赞是我写作的动力，请多多支持我。如果你喜欢我，请关注，敬请关注，不要迷路。我们下次再见。